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之前的视频我们制作了鲜肉包子，本期我们来制作一款香菇菜包。我们先来和面，准备不超过40度的温水，用手测试一下，应该是指微微有一点温的程度，水温太高容易把酵母烫死。加入酵母化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做包子我们用中筋面粉，也就是家中最普通的面粉。包子皮白不白跟用的面粉本身也有关系，面粉白包子自然就会白一些。加入少许糖促进发酵，稍微搅匀，加入刚才的酵母水，边加边用筷子搅拌成絮状，然后加入少许食用油，和面时加入一点油，可以让面皮更加柔软。油尽量选择味道不太重的，颜色不太深的，以免让包子皮颜色发黄或者有异味。改用手揉成团，盆壁上的面粉像这样用面团蹭下来。不同品牌的面粉吸水性会不同，我们可以看情况来调节水量。刚揉好的面团是中等稍微偏硬的状态，面团在醒好发酵好之后会比现在更软。先不用费力去把它揉光，盖上盖子醒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再来揉面，揉几下就可以揉得比较光滑了。发面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，我们找一个大约是这个面团体积2倍的碗，把面团放在这个碗中发酵，这样等面团填满这个碗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面团已经发酵到原来的2倍大了，非常直观，不用费力去猜，比把面团放在大碗中发酵更容易判断。有关发面的问题可以参考之前的如何发面的视频。面团发酵期间，我们来准备馅儿。如果使用干香菇，大概需要10朵，把它放入到密封饭盒中，加入30-40度的水，没过香菇，再加入少许白糖，糖可以让香菇更快地吸收水分，缩短泡发所需的时间。盖上盖子，摇晃2分钟，再泡半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再把香菇头洗几遍，洗净表面的泥沙。我们管这个叫油菜，各地的叫法也不同，有叫上海青的，也有叫白菜的。把它摘好洗净，中间根部切掉，放到开水中烫45秒左右。捞出之后放到冰水中，或者放到冷水中，然后换1到2次的冷水。这样做的目的是给菜快速降温，保持它翠绿的颜色。锅中的水不用倒，把泡发好的香菇洗净灰尘，倒入锅中煮2分钟左右，捞出备用。将焯好的青菜稍稍攥干水分捞出，用刀切碎，大概切成这么大小的颗粒就可以了。攥出菜中多余的水分备用。焯过水的香菇稍稍挤干水分，根部如果有特别硬的地方可以稍微切掉，然后切成香菇末。小葱从中间划1刀，改刀切成葱花备用。下面我们来调馅儿，在剁好的青菜中加入一点点小苏打，可以让菜蒸好后依然保持翠绿，注意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加多了，不然会有小苏打的味道。拌匀后加入香油，加入切好的香菇、蚝油、虾皮。这里如果你想做纯素馅儿，可以将蚝油换成生抽，虾皮换成泡好剁碎的粉丝。加入葱花，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少许盐，拌匀就可以了。25度的室温下大约1个半小时，我的面团已经发满这个碗了，就说明发好了。我们可以用手指蘸一点面粉，在中间戳一个洞测试一下，它是不会塌掉的。如果塌掉了，则是发过头了。严重发过的面团会有比较浓的酸味和酒精味，会让你的包子吃起来发酸。案板上撒些面粉防粘，先把面团搓成长条，然后从一端揉起，用2只手的掌根部位交替的去揉，这里要运用身体的力量来带动手臂，如果只用手臂的力量，手腕会很酸。把面团揉长之后折叠到中间，然后再重复揉长的动作。这一步揉面有几个目的，一是给面团排气，让面皮的组织更均匀；
2是让面团表面更加光滑，3是多揉面可以让面皮更白，4是让蒸好的面皮更加柔软。所以这一步的揉面非常重要，大概重复4次左右就可以了，也不需要把面团揉到一点气孔都没有。最后把面团搓成长条，平均分成12份，每份50克左右。把分好的剂子用保鲜膜盖好，防止风干。案板上撒一些面粉，拿出一个剂子，直接压扁，用擀面杖擀2下，把面皮稍稍擀薄，然后一只手转动面皮，另一只手用擀面杖只擀面团的边缘部分，不要擀到中间，这样我们就擀出了一个中间厚四周薄的皮了。50克的面皮擀成直径11厘米左右是刚刚好的，如果面皮太薄，包子非常容易塌陷。把面皮背面蘸上一些面粉，这样它表面比较干燥，褶子不容易在发酵后粘连到一起，可以保持清晰的花纹。包包子时4指弯曲，形成一个碗状，把面皮放上来，填入45克左右的馅儿。素馅儿因为比较散，比肉馅儿要难包一些，我们又要用勺子背把馅儿压平压实。从下面看它是一个碗状，表面是很平整的，这样才比较好包。捏褶子时拇指在上，食指在下，如果2个手都在下面，包到后面会很难收口。另一只手的拇指压着馅儿。捏褶子时要捏在食指第1关节处，如果捏在指尖处，褶子会特别短。每一个褶子捏上来都要捏实。最后收口时再向前捏掉2-3个褶子，就成功收口了。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下，因为我是左撇子，这次为了照顾大多数人，我这里用了镜像。左手拇指压着馅儿，右手捏褶子的时候手要立起来，如果平着捏，包着包着馅儿就出去了。包的时候右手基本是不动的，主要靠左手往上递褶子，是左手在转动面皮，而不是靠右手往前拉。很多人捏褶子时捏着捏着皮就断裂了，一般都是因为右手在不断地把面皮往前拉造成的。边包边用拇指把馅儿往里塞，最后再向前捏掉几个褶子收口。这次我就不把鱼嘴捏合了，我们可以把中间往上面提一提，让包子更立体，这样一个包子就包好了。包好的包子下面垫蒸笼纸或者打湿的屉布，摆在蒸笼中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。我们一共有2笼，把后包好的1笼放在下面，然后不盖盖子，在室温下发酵10分钟。不盖盖子可以让包子表面保持干燥，有利于保持它的花纹。发酵10分钟，一般包子体积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。我们冷水上锅蒸，这样在水烧开之前，包子还会继续发酵的，可以节省2次发酵的时间。先开大火将水烧开，看到有蒸汽冒出后，转中大火蒸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关火，先不要开盖子，焖3分钟再揭盖，以免包子遇冷回缩。包子正式出炉了，又是白白胖胖的2笼。感受一下这个松软的包子皮。包子皮松软，除了面要发得好之外，后面排气揉面的过程，2次醒发的过程也都很重要。看看里面的馅儿，别看是素的，比肉包子看着还有食欲啊。我又要来点醋了。如果有兴趣了解肉包子的制作过程，以及如何让包子不塌陷的方法，可以参考我的鲜肉包子视频。我要享用我的菜包子啦！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